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据说赵丽颖不在镜头前。当我看到这些未经编辑的照片时，我接受了。一直以来，赵丽颖的粉丝都说赵丽颖是一个很不上镜的类型，但说实话，赵丽颖在影视剧和电视荧幕上的颜值都已经足够了，所以很多网友都觉得赵丽颖的颜值太高了，粉丝夸大了。直到现场看到赵丽颖未开发的照片后，网友们才感叹赵丽颖的粉丝一点都不夸张，她的脸真的好看多了。赵丽颖断线图之所以优于影视剧的理由，一般是因为赵丽颖的穿衣秘籍、搭配水平和化妆能力远高于影视剧中的化妆组。这样一来，长相普通的小姐姐们就应该学习赵丽颖的美妆和示范攻略，保证自己能够将卓越再上一个台阶。本期 Coco 就来给大家传授赵丽颖的美妆和造型技巧。首先是赵丽颖的化妆品极其正常。综上所述，很多小姐姐在做化妆品的时候都容易误入歧途，至少需要用夸张的化妆品来弥补面部亮点的瑕疵，提升整个人的美感。有效的化妆品模式可以看出，这个思维过程完全是严重的混淆。伟大的化妆品不应该被歪曲和沉重，而应该是轻盈和正常的。如果你是小姐姐，第一次重妆需要换，可以从基础妆开始，一点一点的进一步开发。对于场所化妆品，尝试选择不难涂抹且类似水的流动场所，品种号比你自己的肤色更有吸引力。您不必刻意追求浅肤色，尤其是假设您的肤色偏黄且有色人种。Coco 建议你应该真正专注于化妆前的准备工作。很多小姐姐的化妆品之所以会给人一种苛刻的倾向，背后的动机是没有预先规划，像黑眼圈、泪眶、法令纹等等。这种对个人影响特别大的面部瑕疵并没有被完全掩盖，所以与其追求完美无瑕的化妆品，普通的年轻女士应该在基础化妆品前的准备工作上加分为0。赵丽颖的彩妆基本都是以哑光色调为主，几乎没有添加任何艳丽的品种作为点缀，就连腮红都有一种格外淡薄的存在感。以这种方式制作化妆品的好处是可以制作出一尘不染的品种，抽出整个化妆品的顶部线条空气。尤其是像赵丽颖这样长得更好看的小姐姐，做一种贵气的感觉，可以帮助容貌迷人的小姐姐们迅速处理掉一般人的第一概括和名字，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化妆品思想。还有，赵丽颖在影视剧中的穿搭多半是甜美系的。这样的穿搭虽然可以额外利用赵丽颖的长相，但同样暗示着赵丽颖自身的风采已经失了一部分。反之，赵丽颖的日常穿搭更合理、更上进。日常生活中，赵丽颖穿的衣服多半是平面直白但表面奇葩。这种风格的东西可以单独看到，它们不会产生出色的视觉效果，但它们最适合辅助衬托。不管是多么标准的小姐姐，只要穿上，就能给人一种极其善变的倾向。更何况，除了穿搭，赵丽颖还会利用不同的小帮凶来增加穿搭的面貌。尽管额外的东西很少而且不引人注意，但它们可以在细微之处为服装增添大量焦点。都说赵丽颖不上镜，好吧，当我看到她这些未经处理的原始照片时，我相信了。同时，我们也可以借鉴赵丽颖的妆容造型，让自己看起来更加自然美。02，任嘉伦和谭松韵真的是第2次合作了？别担心，可能是假瓜。任嘉伦和谭松韵真的是第2次合作了吗？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假的。任嘉伦和谭松韵第2次合作的消息在网上已经转了很多次了，而且因为知道大家的期待，所以每次都传出这个消息，但似乎每次都希望破灭。自从任嘉伦和谭松韵在《金衣之下》合作后，就有不少网友期待他们2度合作。
井一下的6块一金虾 CP 真是看不腻，小视频都刷了，不过还不够。我想这应该是唯一一部我把所有的幕后花絮都刷一遍的剧，怕有漏网之鱼。我追了很多剧，但从来没有这样，我一遍又一遍地看清扫大楼的视频，每次看都有不一样的感觉，看也不会腻。任嘉伦与谭松韵的第2次合作，是众多6元一金虾 CP 粉丝的心愿。他们两个太精神了，将角色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发挥到了极致。鲁斯特是我心目中完美的锦衣卫，谭松韵是最敏捷的小警察。$61磅的虾套餐永远不会过时。在惊疑之下，还有很多所谓的任嘉伦谭松韵第2次合作的网络传闻。这些传闻是比较真实的江山出租的说法，我差点信了。当时媒体的谣言很多，关于这部小说的故事也被讲给观众听。把任嘉伦和谭松韵的脸带进这本小说的剧情，不是说很合拍，但是一旦相信设定，再把2个人的脸带进去，感觉很有 CP 感处处，毕竟人设还是很不错的。那么River Mountain for Hire 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女主是大平王朝历史上第一位以女子奖学金3年及格考入翰林书院的女性。10年前，她从死里复活，10年后，她成为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女官。女主的性格是一个圆滑心机的人，与许多老大臣不相上下，行事特别狠毒，但人们只看到她表面上的坏，却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这些年来已经走过了。女主虽然如此厉害，但还是心甘情愿地服务于男主的座下，看着他强国养民。女主以为自己是男主的垫脚石，但千算万算，没想到男主也爱她。最终男主以江山为妻，娶了女主。小说里还有一个设定，男主在女主10几岁的时候救了女主，这也是女主心甘情愿把自己交给男主的原因。任嘉伦之前已经演过皇帝，所以将他的脸带入角色设定中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演的大唐荣耀帝王还是可以的，剑眉星眸，气势磅礴。但是谭松韵的脸型似乎不太适合女主的性格，她更适合活泼可爱的类型。当任嘉伦和谭松韵第2次合作的消息传出后，有人开始担心谭松韵可能不适合这个角色，但我认为一个真正好的女演员不会因为她的外表不让她的演技受到影响。适合性格，谭松韵的塑形还是很厉害的，虽然是娃娃脸，但是各种类型都能 hold 住。有些人对这种材料充满期待，而另一些人则担心。有人说，等他们2个一起合作已经等了2年多，不然就太可惜了。也有人说，他们担心题材不如井一下，可能不太适合他们2个。其实所谓的网传谣言就是这样，网传谣言。接下来，谭松韵可能会进入另一个剧组，任嘉伦还在剧组拍摄中，接下来要谈什么剧还不得而知。所以虽然当时有传言，甚至有人把2人的脸带进了江山出租小说，剧中没有动静，也没有准备舰队的消息。所以结论是，这很可能是一个假瓜。就算真的要拍剧，也不会那么快。退一步说，就算是主演，也不一定是他们2个，因为还没有确定。与任嘉伦的第2次合作，谭松韵，我说我也特别期待，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等到。关于网络上的那些假新闻，大家还是放低期待吧。至于那些担心，我们不必太在意，因为在一起工作并不总是可能的。总而言之，大人只有一个，袁今夏也只有一个，所以有时候不继续合作也不是什么好事。03绿婚纱谁驾驭得好？赵丽颖穿出高贵感娜扎很精神礼衣同造型毁了。曾几何时，古代电视剧中的婚纱大多以红色为主，但似乎从 Doctor 开始，绿色就已经流行起来了。安以轩穿绿色婚纱霸气十足，但同色系在其他演员身上却别有一番韵味。在知府，明兰结婚时穿了一件绿色的婚纱。拍摄这部剧的时候，
赵丽颖不得不仔细揣摩角色的设定。从她的举止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特别端庄大气，这就是未来的当家母子吧。赵丽颖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赵露思也曾在女弟子来到国玉时试穿过这样的服装。赵露思也是个圆脸女孩，平日里可爱可人，但一穿上绿色就显得特别大气，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奔放、肆意、豪放的感觉。当她穿上绿色婚纱的时候，她不再像小女孩了，不再可爱了，笑容也变了。在风起的霓虹衣中，女主的每一套衣着都十分精致，大婚穿上绿色的衣裳，气场带着一种小姑娘的娇羞。那扎脸真的很好，大婚的时候真的很喜欢看到心爱的人的感觉，这是最自然的一段表现吧。虞书欣在《苍兰招树》里饰演的小兰花也穿了同样的绿色长裙，相对于之前的装束，甜味消失了，相对来说更加严肃了。李一桐在《梨柱》也穿了一件绿色的婚纱，却被观众吐槽了。这真是一个严重影响颜值的古装的典型代表，不知道造型师怎么想的，其实光是古装就可以了，只是这个头套太不适合女主了。不知道谁能接受这样的眼神。女演员们穿的都是一样的绿色婚纱，有的穿起来有威严的感觉，有的穿起来有可爱的感觉，但李一桐却毁了这个造型。你觉得谁完美驾驭了绿色婚纱？